天门山门票278，我天呐，湖南的门票贵死了。这是开始坐缆车。天门山的缆车啊，还是不错的啊。这也是全世界距离最长的一个缆车，7.5公里。所以门票贵，主要是贵在这个缆车上，7.5公里。缆车到上面已经开始穿云层了，几乎上面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大概坐了40分钟，现在开始走西线。这个东线、西线可能走完都要回到这个地方的。我先走一下西线，树林里倒是还比较清晰，但外面全是雾。这是栈道，栈道下面悬崖峭壁，啥都看不见。所以现在每个景区都弄个玻璃栈道，都烂到家了。这里是天门山的玻璃栈道，看看下面。现在外面大雾弥漫，啥都看不见。基本都是悬崖上的栈道。这一段的风景还不错。现在游客还是比较少的。Hello， 我是北京老刘，我现在在天门山。刚才大雾弥漫，现在云雾散去了一些，可以看清对面的山了。看一眼，有点像仙境，有点仙境的感觉。全都是这样的栈道。这个刚刚我们走的小道。你们要考虑从我的角度悬索桥。看这，反正你要离着呀。现在这边有点散开了。现在感觉门票有一点值了。山上新建的天门寺。天门山的天王殿，大同小异，这稍微能看见一点。山上的栈道东线加西线一共7公里左右。谢谢。一共有3个玻璃栈道，每个栈道都不长。这个玻璃栈道比较清晰，东线的，长大概60米。游客真的很少，随便拍照。玻璃栈道，下面就是天门洞，天门山，天门洞。北府是天门，这个是翼装飞行。这是张家界市，这下面这是天门洞。这个位置的栈道比较漂亮。开的时候注意脚下啊。总体来说，上面走的7公里不累。下山的一段路程有一个巨大的电梯。一共7段，每一段都好几百米，很省事儿。这电梯一共有7段，7段，一段100米。现在从下山的电梯出来，
就可以到达了天门洞，非常著名的天门洞。头顶是洞啊！我的天哪！现在就站在天门洞下，往下就是999级台阶。6，请游客朋友做好经常使用8次液体或酒精消毒。部分液体可以由这个台阶要走下去，如果不想走，有直达的电梯，32元。索道或游览测量和个人信息登记工作。努力一把走下去，依序排队，其实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累。场所保持1米以。现在终于走下来了，往上看一看天门洞。奇幻美丽的天门服务。这是下面的一个广场平台，还要继续下山，不过下面就可以坐缆车了。这个天门洞还是很著名的。告别天门洞。999级台阶。天门山天梯。这个一天天门山的行程基本结束，现在要再去坐另一段缆车下山，可以往下看到盘山公路。这是下山的缆车，非常大，能装30多个人。我现在在天门山，是缆车，大的缆车，只有一个人。今天这一天的行程就基本结束了。这是张家界的第一站，天门山，278元，大家觉得值不值？我个人觉得，如果天气好，还是值得上来玩一下的。接下来我去武陵源，带来3天武陵源最精彩的行程。武陵源也是张家界的精华所在，敬请关注。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门票有效期是4天，这是第2天进公园。我们从南边的另一个入口进去，这个是森林公园的入口。昨天我们坐缆车上山，逛了3个景点：袁家界、杨家界和天子峰。今天我们继续坐缆车上黄石寨，然后走金边溪和十里花廊。现在开始坐缆车上黄石寨，缆车75块。这是山顶黄石寨。黄石寨是张家界比较早开发的景区，是阿凡达第1取景基地。山上的猴子好多，非常机灵。来，拍个视频。我们一直都在黄石转流的。对，不同的群体，他们喜欢看的。黄石寨山顶可以走一圈，一圈下来1个半小时。香药都带着。对，还有一个清火的倒还好。我那个车厢里面零食放多了，我得。各种各样的奇峰怪石，非常漂亮。现在开始下山，我们准备徒步下山。徒步就可以省掉70多块钱的缆车费。我天哪！你看带着孩子你就爬蹦。现在我们来到了金边溪，孩子掉了。我到现在我都记不清那个。金边溪是张家界山下的重要景区，非常凉快。天气真好。
整个金边溪要徒步将近3个小时。群山之中，小溪流淌，两边都是翠竹。金边溪属于比较悠闲的，慢慢的散步，也不用爬山，不算累。可爱的小猴子，特别好玩。这猴妈妈也不喂小猴。现在到了金边溪的终点，这里比较开阔，可以戏水。这里是张家界。从这里再坐景区的交通车去十里画廊。十里画廊大概要走1个小时左右，有小火车，30多块钱。小火车又是38块钱。我们没有坐，徒步进去。里面最著名的是3姐妹峰，还有老人采药。这是今天的最后一站，今天走的是黄石寨、金边溪和十里画廊。最后我们用无人机拍了一段黄石寨。好了，这是我们进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第2天，明天继续进入森林公园，希望能遇到更好、更魔幻的天气。谢谢关注，下一期继续张家界。今天开始去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，门票期限是4天，今天第1天。Hello， 我是北京老刘，我现在在张家界的武陵源，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，门票238，但是里面还有一些索道、电梯的费用。张家界的门票是不含索道和电梯费用的。第1天直接坐天梯，路上有非常多的猴子。现在去坐百龙天梯，这是世界最高的户外电梯。坐这个电梯需要自费，65块钱。现在到了百龙天梯的入口处，游客不多，基本不用排队。这个电梯是垂直的，300多米，开始的一段是在山体中。大概几十秒后，就可以看到电梯外的景色了。现在电梯露出了山体，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了。第一次看到张家界的奇峰怪石，还是非常漂亮的。这个电梯起的作用就直接把游客从山脚下直接拉到山顶，用时只要1分钟，费用需要65块钱人民币。如果你不舍得花这个电梯费，你也可以自己爬上来。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1天是玩不完的，所以至少需要2天或者3天。
第一站，我们先去袁家界。袁家界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里比较著名的一个区域，也是《阿凡达》拍摄取景的很重要的地方。这是乾坤柱。好高啊！这一个乾坤柱就大概有500多米，这就是哈利路亚山的原型，阿凡达哈利路亚山。对面那一个4个石头，那个大石头像4个人头侧面，留在一起就是老板人是蓝色版的4个人头，4大伟人叫他百。大家看过《阿凡达》吗？里面悬浮的山，这个就是原型。现在红版。这是天然形成的天下第一桥，可以看得出来吗？人走在桥上。天下第一桥也是袁家界这个区域比较著名的景点，全都是树木。袁家界基本玩2个小时足够了，然后坐摆渡车去杨家界。这个是杨家界的自然长城。因为杨家界有些景点还在维护中，所以我们又坐摆渡车来到了天子峰。袁家界、杨家界、天子峰都是山上的景区，所以都可以在山上玩一下。这3个景点之间都有摆渡车。如果你想省缆车的费用，可以把这3个山上的景点一天玩完。啊，那边还好啊。天子峰这片群山的景色还是不错的，但我感觉如果是云雾天气会更美。因为这个门票是有4天的有效期，我准备云雾天再上来一次。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非常给力的，一片一片的，基本算晴天。我有个红色的豆豆吗？没有吗？给你吧。这里面有很多山峰都有命名。现在还属于疫情期间，所以游客不是很多，拍照就比较方便了。这龙的墓地，环境真好。这是玉笔峰，玉笔峰，这是逆光，看得到吗？逆光好厉害。这里是仙女散花，看你能发现不能发现啊？看得到吗？仙女献花在这儿呢，其实有点像猴子拜寿，像不像猴子？更像猴子啊，还提盖头。哎呀，准备下山。一般在山上玩2到3个景点就要1整天的时间了，所以下山呢可以爬下去，也可以坐缆车下去。天子峰这边的下山缆车价格是72。缆车，这个缆车还是挺漂亮的。一个人一个车厢。下山坐缆车的风景还是挺壮观的，所以72块钱的缆车费也算是比较值。但如果你一天玩不完山上，第2天再来还要负担缆车费用，
因为毕竟爬山还是非常辛苦的。这个缆车的高度也不低，在群山中缓缓下行。但如果是下雨云雾天气，外面的风景就看不见了。缆车的最下面一段全都是郁郁葱葱的森林，还是挺好看的。这是我在森林公园第一天的行程，在上面玩了3个景点：袁家界、杨家界和天子峰。下了缆车之后，还要坐景区内的大巴车，坐到公园的门口。这个大巴车里人非常拥挤，而且都是站着。终于下了大巴车，太危险了。好，第一天的森林公园行程结束，明天继续进入张家界森林公园第2天行程。最后放一段天子峰的无人机航拍。好了，我是北京老刘，明天继续给大家献上张家界的自然风光。今天是第3次进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。今天天气有点雨雾，应该能看到云海。从天子峰坐缆车上去，75块钱。今天不用再买门票，还是有效期的。上到了山上，果然有不少云雾。远处的山峰隐隐绰绰的，比完全是晴天感觉要好看。这个是玉笔峰，很形象，看那好几根儿，像是放在笔筒里的玉笔。下面的云雾、云海很漂亮。Hello， 我是北京老刘，我现在在张家界武陵源，云海之中，美如仙境。来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。一大早上来，游客还是比较少的，所以拍照非常的方便，确实很漂亮。美极了。这个是天子山这边的，很多漂亮的山。这边有很多的观景平台，大概在天子峰这边可以游览2个小时左右。离天子山不远，还有很多点将台一些景点。这个是云中花园，可以看到远处的百龙电梯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去袁家界，路上还有不少的观景台。你确定要淋吗？我已经好久没有。这个也是空中花园，很特别的景点。这就是百龙天梯，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整个百龙天梯的全貌。天地合一，天桥天色。这个是天下第一桥。这已经到袁家界了。这是观景台。
现在是下午，游人越来越少了，所以拍照很方便。接下来我们再去乾坤柱，去乾坤柱看一看哈利路亚山。这个就是乾坤柱哈利路亚山，阿凡达的取景地，悬浮的哈利路亚，非常高啊，将近500米。张家界的山确实太漂亮了，我觉得国内可以跟黄山比的，张家界是一个。再做一次百龙天接下来我们再坐电梯下山，电梯又是65块钱，就是刚才看到的百龙天梯。界第一梯百龙天梯，潘多拉太远，张家界很近。大家刚刚游览过的袁家界风景区，就是阿凡达哈利路亚山的原型山乾坤柱的所在地。我们正对面的那一大片拔地而起的石峰林，由48座相继独立的石峰聚集而成，凌空俯视，他们或是一群列队候命的神兵天将，所以被称为将军列队。它是张家界地貌峡谷风林风光的典型代表。各位来宾，电梯运行过程中，就是出了电梯，眼前群山环绕，非常漂亮。今天感觉整个天气非常给力，无人机拍的也非常漂亮。我感觉张家界还是有点云雾更漂亮。张家界是可以用无人机的，所以用无人机拍起来非常漂亮。再看一眼哈利路亚，非常壮观。这是航拍的，欣赏一下。这是进入张家界森林公园的第3天，接下来我还要继续在张家界旅游，因为这里面非常大。这是航拍的，看到桥上的我们3个人。明天继续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，献给大家更壮观的景色，敬请关注。我已经结束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3天之旅，花费700多。今天继续张家界之旅，去张家界大峡谷，也就是著名的玻璃桥。门票219，直接坐景区交通车，一站就到了桥上。现在有很多的浓雾。对，著名的大峡谷玻璃桥。看看啊。Hello， 我是行走世界的北京老刘。我现在在张家界的玻璃桥，还是很壮观的，但是天气不好，这个玻璃桥耗资巨大，门票也贵。整个的大峡谷玻璃桥219，远处是电梯应该，往下看看，下面还很清楚。下面是什么？这边云雾又散了。现在山上的浓雾慢慢散开了。这个季节游客还是不多。擦一块，那我白来了这玻璃栈道。
这么看上去，玻璃桥非常壮观。这是从半山腰看玻璃桥。现在准备下到大峡谷谷底，徒步大概要2个小时。从峡谷往上看玻璃桥，看着上面有小人。峡谷中还有瀑布。峡谷下面非常的幽静、凉爽，都有现成的栈道。这个峡谷景色还是非常棒的，比想象的要好很多。哇，非常的绿。哇，好凉。这峡谷中的河里的水太绿了，非常漂亮。水上还有一层薄薄的烟雾，像仙境一样。我太喜欢这个大峡谷下面的景色，感觉比玻璃桥还要漂亮。峡谷中还有很多很大的岩洞。看这景色多漂亮，特别特别的绿。这个是土匪洞，原来剿匪都要在这个洞里住着很多土匪。穿洞而出，这是土匪洞。这个大峡谷底下要大概徒步将近2个小时，一路上景色都是非常的漂亮。我个人觉得很值得来一次。所以219除了玻璃桥，还有这个大峡谷，景色还是非常好的。大峡谷徒步的终点就要坐船了，从这里坐船去到出口，所以整个219的门票也包括最后一段坐船的费用。张家界大峡谷离武陵源车站大概有几十公里，坐车15块钱可以到这里。今天一整天的张家界大峡谷之行结束，接下来准备继续张家界周边游，还有去黄龙洞。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、支持我，还有更精彩的旅行带给大家。也欢迎大家咨询、评论、点赞。我是行走世界的北京老刘，现在正在国内旅游。来到了张家界的黄龙洞景区，门票124。黄龙洞离武陵源公园不远，坐1路公交就可以到达。黄龙洞，票价124。在这个张家界，这算稍微便宜点的。进入公园的景区，还是有一些山水的风景。走10几分钟就可以到入口。整个的张家界风景都还不错，黄龙洞位置也挺好的。在这里要统一由导游带领进洞。花尔麦，
导游都是义务服务的，为大家进行1个半小时的讲解。现在开始进入溶洞。这个溶洞有上下6层，其中有水溶洞，也有焊溶洞。我们先简单看一看。然后我们先去水溶洞，水溶洞在地下1层。现在开始坐船。水中的溶洞路线不是很长，坐10几分钟。感觉这个水溶洞主要是个水道，里面的钟乳石不是特别的多。主要打了一些灯光。这个灯光投射的效果还是挺好看。下了船，我们往上爬，进入最重要的龙宫。楼梯还是挺多的，好多层。现在开始进入龙宫。龙宫是整个黄龙洞最精华的部分，有上万平米。龙宫的大厅非常大，我们走过去看一看。龙宫里有上百个各式各样的钟乳石柱，各种形状的。这里面确实很漂亮，是黄龙洞的精华。黄龙洞也因此曾经被评为过中国最美的溶洞。这个是黄龙洞的镇洞之宝——定海神针。这个定海神针高度非常的高，两头粗，中间细。据说为了怕这个定海神针折断，为它上了上亿元的保险。这里面真的美轮美奂，犹如天宫。我们现在往外走。2个小时结束。现在的游览时间是1个半小时。总的来说，黄龙洞还是非常美的，但是国内的溶洞很多，尤其是贵州的，
所以如果去过贵州的溶洞，比如织金洞，可能就不觉得黄龙洞有多美了。但是如果没有去过溶洞，黄龙洞还是非常值得来的。1周的张家界旅游结束了，期待我的下一站吧。